肘之端午酒。我知道100多颗星星，参伐、北斗、五诸侯、天枢、天权。参伐、五诸侯、北斗、天枢、天权。万物皆若沧海一粟，同在宇宙。也能昼夜不相见，生死不相逢。太少，就因为我的一个问题，害了你整整15年，你后悔吗？我从来都不会为自己做出的选择而后悔，而且，我是真的很想回答出你的每一个问题。太史丞在等我。施主，我有些话想问你。太史丞不必多虑，大蒲过后，我会向圣上请求解除这份婚约。这份婚约本就是我任性之下给的权宜之计。此后你我各安天命，再无瓜葛。浮躁，甚至幻想过与他共赴白首，但世事弄人，最终竟走到如此的境地，是我自私了。我看过古今的星空云图，知晓世间的每一颗星辰的名字。唯独这条前路，我看不清。李子博，还请为我指个方向。我死了，你也觉得从前的嘱托托付错了人，是我辜负了你，也辜负了他。既如此，我们便把这好酒分了吧。你终究还是疼爱我。说了这话，你连我送来的好酒也不喝了。也罢，是我错了。县主怎么会到我府上来？案子还未了结，来找我的搭档一起断案去。小儿抱恙未愈，需告假一些时日休养身体。我去看看他。小儿有病在身，不便见人。我颇懂医术，刚好可以为太史丞诊治。县主，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现在是何处境啊？那风言风语已传遍朝野，县主为何还不避嫌？若让人知道你出现在我萧府，
县主置皇家颜面于何地，又要我萧家如何自处啊？萧太傅无需担心，淑妃娘子已经决定禀告圣上，为我和太史丞赐婚。这样我们既不用避嫌，萧家也可以安然自处了。县主虽历来无所顾忌，但婚姻大事岂可如此随意？太傅是对我不满意，还是对我家事不满意？县主这是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原来萧太傅也懂这个道理。我们遭人陷害，你又何必如此动怒？老臣求县主高抬贵手，放过怀瑾，放过我们萧家。那现在萧太傅是有求于我了，那我们可以好好谈谈。15年前端王府之事，萧太傅究竟隐瞒了什么？太史丞身上的熏香我不会忘记。15年前端王府被灭门之时，我闻过这个味道。萧夫人和太史丞都说，那香是萧夫人亲自调的，所以那晚一定有萧家人在场。10几年前闻过的味道，县主太武断了，甚至有些荒谬。我知道这算不得证据，但是与不是，我清楚，在场那个人也清楚。味道我可能会记错，但那一日我落水之事，我不可能会记错。那日救我之人，不只有萧怀瑾。我幼时经历过太多事，失去了很多记忆，但遇到太史丞之后，那些碎片被一片片、一点点拼凑起来，我竟然想起来一些了。说起来，萧太傅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呢。你想说什么？我想说，关于落水获救，太史丞和淑妃娘子告诉我的，都是与事实截然不同的故事。太史丞当时年幼，我不知他是记忆模糊还是故意隐瞒，但我知道萧太傅一定知道什么，为了某些目的而隐瞒了真相。此事我不记得了。就算我救过你，你也应当感谢我们父子，而不是恩将仇报。这个故事，就像我家被灭门一样，看似完整，但实则充满破绽。而更巧的是，它都与萧家有关。县主若执意把自己的无端揣测当作罪名强加于萧家，我无话可说，只能上报圣上，求个公道。没关系，我有的是时间，只要太史丞留在我身边，我总会想起来的。你从一开始就是在利用怀瑾。是又如何？现在我与萧家是一条船上的人，你可以什么都不说，但你要做好每时每刻被我缠上的准备。一旦赐婚，我就会请命入住萧府，你日日夜夜都别想逃离我。县主无需激将我，我说了，我不记得了。看来害我家之人，连萧太傅都记得。整个朝廷能让你忌惮之人屈指可数，我一个一个找，总会找到的。但在我找到之前，
就要委屈萧太傅先认下我这个心腹了。就算我拼上这条老命，也不会答应赐婚的。大不了我支持归田，带着怀瑾回老家去，也断不会让你进门。你就是天煞孤星。你真当这些话能伤到我吗？你敢踏出这个门，就再也别想回来。儿子愿等父亲回心转意。怎么了？肿了，不碍事。先上点药吧。趁我父亲还没有回心转意，还是先离开吧。你刚才推门进来，真是威武不凡。县主谬赞了。你从什么时候站在门外的？就是刚刚。听到我和萧太傅吵架了？听到了。他说绝不会让你进门，他侮辱你，说你是天煞孤星。还有呢？还有什么是需要我听到的？没什么。昨夜之事，无论如何我都会负责。太史丞无需放心上。我知县主不在意这些，但我在乎。本就是我拉你查案，才遭人陷害，怎么能再拖累你？这不是拖累，是我萧怀瑾高攀县主。无论县主有何计划，这都是我的承诺。但若县主另有安排，我也会配合。那在圣上召见我们之前，先把那个始作俑者找出来吧。你一直都是在利用怀瑾，是又如何？内斯伯回信了，查这些真费了他不少功夫呢。这个是金陵的雨花石，这个是蓬莱海岸特有的螺壳，这个是阳关的沙砾，这个是连州的钟乳石，还有这个一碰就碎的干叶子，是沙洲特有的一种树，叫鬼拍手。这些东西啊，都来自天南海北，也不是什么值钱的玩意儿。也不知道王才女为什么会看着他们又哭又笑的，因为她想要去看广阔山河的梦想再也无法实现。王才女香囊中发现的那枚药丸，太史丞去验证过了吗？的确是碧溪丹，但与常见的成分略有不同。王才女怀孕的时候被人投毒，难道碧溪丹也是凶手给她的？不，凶手能将毒药混进王才女的安胎药中，又何须用碧溪丹杀人？太麻烦。这粒碧溪丹被缝在王才女的香囊内侧，或许是她自己准备的。她想利用碧溪丹假死出宫。难道是王才女与信王私会有了身孕，于是想假死出宫和信王远走高飞？该去会会信王了。县主，我也有发现，灵宫殿太大了，这个盒子我可是费了好一番功夫才找到的。你看，皮藤编织的盒子可不多见，我查过了，安南特产。看得不错，辛苦了。那县主这次出宫能不能带我去？不能。是。走吧。
少兄，三人同去信王府，像是兴师问罪，只怕对方会有所隐瞒。我去查陈恩公到底为何停工。老大，你和太史成怎么了？刚才我就觉得怪怪的。没怎么，太史成说的没错，分头行动，两边都不耽搁。绝对有问题。我们两个一块儿去，还怕有问不出来的口供？平时都是我们三个一块儿查案的，怎么偏偏今日要分头行动？避嫌啊！一定是避嫌。太史成也知道赐婚的事儿啊？知道了。那不对啊，那为何要避嫌呢？害羞？也不对，也不对。太史成方才并无害羞之色，反而是有点生气。他侮辱你，说你是天煞孤星。还有呢？还有什么是需要我听到的？你从一开始就是在利用怀瑾。是又如何？或许的确是生气了。我知道了。太史成说不想三人一起查案，不是因为你，是我才是那个应该离开的人。太史成刚才点我的，我却没听出来。我马上就去追他。行了，别瞎想了，还是把你这聪明劲儿留在查案上吧。玉书有你这样的朋友，真是值了。想当初玉书还在教坊司的时候，我们和信王一起喝酒，一起演奏，真是痛快。如今玉书不在了，信王也许久不来了。许久未见，信王的软弦弹得愈发好了。你的话，我总是不知道该不该信。琴弦拨尽情难尽，弹琴之人若是情浓，便能掩盖略逊的技巧。果然还是挖苦啊！这香囊好有趣啊，给我看看。这小口袋是专门用来放钵子的。对，是王才女给我的。她善弹软弦，便特意制作了能随身携带钵子的香囊。我看着眼馋，便向她讨了一个。我竟不知你们关系如此亲近。堂妹来此，也是查问她的事情吧？王才女在教坊司时，人心里种诡计，爬不出三尺泥。判官的账不理，这儿把账算清。算人面和手心，算冤债几笔，算夜路走到尽，等待着秋月明。可怜人受苦刑，人生人几分尽，罪恶连骨带皮，牵一发全身心。败类患有巨星，归荒无人惜。秋季既不行，秋天该有意。醉了吹上，醉着三九丈，盛天看气势在扬。
天罗地网，看举头四方，有波有波自有中断。虎豹和豺狼，阴暗一昭彰，怪兽罪孽也算分赃。山河本上自有权衡，天道往返也不容错判。最名权上，最真三周章，手电看即是在阳。天罗地网，看举头四方，有波有波自有中断。虎豹和豺狼，阴暗一昭彰，怪兽罪孽也算分赃。山河本上自有权衡，天道往返也不容错判。但是我发现，他们不只是幽会，而是密谋。果然，我从他贴身的衣物里发现了一个精致的木盒，木盒里面藏着2粒药丸。碧溪丹，我不知道他们接下来打算干什么，但是我害怕极了，这一定是那个女人的主意。那日你在信王面前失态，打翻了引子和点心，是因为你认出了那个药瓶，知道里面装了什么。我没有想到县主真的找到了那瓶毒药。我知道你在试探我，但我哪怕暴露自己，我也不会让信王被你骗着吃下那瓶毒药。想必县主也知道，那装蝴蝶的盒子是安南特产的皮藤。这一切都是我一个人做的，我定不会让那女人拖累信王。信王上辈子一定积了不少功德，才能得你如此爱护。但若想将这味药神不知鬼不觉的下在太医署开给王才女的汤药里，并非你一人能完成。太史丞太小看我了。宫里的主子们纵然位高权重，但若真想做成什么事，还是要靠着我们这些小小的宫人。娘子要去哪儿啊？静和杀了人，证据确凿，要杀要罚交给县主。但是真儿到底做了什么，我要亲自去找他问清楚。私会飞行是大罪，不能任由宫人攀咬。静和的故事好听，连他自己都觉得动人。可惜刚演到蝎子，娘子的故事还没讲呢，我怎么舍得现在放你走？生死大事，你不要玩了。这贱奴为何在此？你是要包庇凶犯吗？娘子别着急啊，娘子应该认得这把软吧？是你送给王才女的，她恐怕并不喜欢，收到以后一次也没有碰过。毒药、蝴蝶、蜡烛，的确是静和所做，可萌动杀心的人，从来都不是他。你爱慕信王，你又怎么忍心杀了他所爱慕之人？可母亲就不一样了，身为母亲，你怎么会没有察觉信王频繁入宫，并不是因为孝顺，他想见的另有其人。杀玉书，是你的决定。你知道静和倾慕信王，即便他想要为信王保守秘密，也还是扛不过你的逼问。不，是我出卖了信王。贤妃知晓了信王的秘密，我一直悬着的心反倒落了地。信王承认了他与王才女密会，其余的什么都没说。你怎么会允许一个小小的宫人妄想信王？即便他只想成为侍妾，是你将静和送去信王身边，因为你需要他从信王那里打探消息，而你自然不会推辞这样的好事，也很懂事的知恩图报。那碧溪丹是你给魏贤妃的，你偷走碧溪丹，信王没有察觉吗？他很快就发现了。我知道，
你也是在为我担心。静和，你不需要总是跪在我面前求我赎罪，你并没有做错什么。我们都是在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儿。王才女有孕了，求母亲帮我将她送出宫去。你知道你都干了什么吗？你去见王才女，根本不是因为欣赏她的才华，与她惺惺相惜。惺惺相惜，实在是讽刺。那个奸婢实在胆大，已经与我的真儿助太暗间，实在是恬不知耻。你二人配合得真好。害死王才女之后，为了防止有人去查验尸体，韦贤妃安排了松木爆花和河柳木棺材，静和则是精心准备了那一盒漂亮的蝴蝶。就算他已经死了，你们也没有放过他。那他为何不肯放过信王？我也不忍心信王痛失所爱，可信王已经完全被他蛊惑了。他为了求韦贤妃，宁愿自己在雨里跪1个时辰。多亏了云香伞。云香伞，不是碧溪炭吧？正儿，你怎么起来了？何为云香伞？你给他吃了什么？我问你，何为云香伞？是毒药，是无色无味、杀人于无形的毒药。为何？因为他是疯子，所以他必须死。我曾经对他好言相劝，他就是有言不听。我知道你们在谋划什么，真儿太天真，你们的计划并不高明。总要试试才知道。贤妃若是能帮我们保守秘密，也是功德一件。功德是造孽啊！你一个教坊司的乐伎，只一夜之间变成了正八品的御妻，此后衣食无忧，这是多少深宫女子求之不得的福气，你有何不满足？活着若只是贪图衣食无忧，未免也太无趣了些。我不缺钱，进宫只是为了学习琴艺。你所说的福气，我看不上。能本圣上赏识，是不上的尊荣。于你是尊荣，于我却是牢笼。若被圣上赏识的代价，是让我后半生永无自由，这赏识我不要也罢。那你叫罔顾人伦，为了你的一己私欲，害我真儿一生。罔顾人伦，一己私欲，害人一生。贤妃这字字句句，我竟不知道是在说我，还是在说圣上。圣上的年纪做我父亲尚有余，只一时兴起，害我成了御妻，却又再不见我。我本可以离开这深宫，如今只能在这里孤独终老。你只是不甘心，这么快，自己便失宠了。我是不甘心自己的命运就这样轻易被人改变。玉树，你想过没有？是你想要的太多了，宫中妃嫔拥有的不过如此。你想要荣华富贵，
就去争宠。你想要悠闲自得，就安守本分。如果我想要自由呢？不被身上记挂，同样也不必被约束所缚。你不是喜欢太软吗？你自己住着这么大的寒凉殿，无拘无束的，你想怎么谈就怎么谈，不也是自由吗？人有的选才是自由，委曲求全，苦中作乐，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。如你一般贵为贤妃又如何？可怜。人只有太多的非分之想，才会可怜。恪守本分，识大体，自然活得自在。贤妃娘子这么多年恪守本分，就没有一丝不甘吗？被自己郎君冷落的日日夜夜，真的能靠识大体撑过去吗？我有圣上的敬重，还有我的正儿。我们不是同道，各走各路。我本不必和你说这么多。不送了。哼，你大概以为我只要不从中作梗，你就可以利用碧溪丹假死出宫。你恐怕不知道，妃嫔死后要在灵宫殿停灵再下葬，碧溪丹的时间和剂量稍有不慎，你就是死路一条。下葬前醒来会被守卫发现，下葬后如果不及时挖出，你就等同于被活埋。正儿虽然是个王爷，但想悄无声息的把一个玉妻带出灵宫殿送离西京，谈何容易啊！你这一路上，只要有任何意外，都会没命的。我们一直在自说自话。我与信王计划周全，我自会脱身。他不知道，一个母亲能为孩子做出什么。我知道，他不会轻易甘休，一直派人盯着他。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他竟敢派人到太医署，请医诊为他看诊。一旦医诊看诊，他有身孕的事情就会败露，我的真儿就会被牵连，他和他肚子里的孩子，永远都是真儿的威胁，所以他必须死。你买通了医正，在他的安胎药里下了云香散。是。然后你哄骗信王说，愿意帮玉叔假死离宫，只是玉叔因为服用碧溪丹过量，没有醒过来。是。母亲，你为何什么都不告诉我？真儿，你性子醇厚，心又软，才会被别人哄骗。那女人她不爱你啊，她只是为了利用你。你忘了她，忘了这件事情，将来你会有一个堂堂正正的王妃，也会有一个清清白白的孩子。母亲就没想过，为何玉树敢找医正诊治吗？要么就是他犯蠢，要么他就是想以此威胁我、报复我。但不管怎么样，他就是该死啊！不，是我太蠢了。真儿，他到底对你做了什么？世间那么多的女人，你为何偏偏被他蛊惑？从小到大，在这宫墙之中，我从未见过像她这样蓬勃的女子。在教坊初见玉树时，我便倾心于她。我知道她的心之所往，不是我能给的。她向往的是自由自在的生活，是带着一把软弦游历天下。所以我不敢做非分之想。能偶尔与她切磋琴艺，
做字写曲，便衣制作。我知道他快要服完乐役，便能立功。我虽心有不舍，但也是真的替他开心。他希冀的生活，也是我想要的。我不能拥有，他能替我去看看也好。直到那天，父皇临幸了玉书，玉书呢？我知道那一刻，感觉到天旋地转，我所爱之人彻底失去了自由。我知道这一切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，可那人是我的父亲，是当今的圣上，我什么也做不了。正儿，希望，正儿，怎么了？多谢。后来，玉书搬去了汉良殿，父皇没有再见过他。一有机会进宫，我便会绕楼到汉良殿后庭一庭。我希望能看看他头顶的那一隅天空。运气好的话，还能听到他的软音。我能听出他心中的不甘与痛苦。后来，他发觉自己怀有身孕，便愈发的想要离开这深宫。玉书，你，王爷帮我。没关系。玉书，他说他本已不打算活了，但既然有了孩子，就要活下去。他能看到这后宫女子的悲情，也能看到作为帝王子嗣被束缚的命运。他不愿自己的孩子承受这一切，他想逃。王爷可还记得上元节昭肃公主假死之事？你想做什么？我想和她一样。之后，我设法得到碧玺丹，与玉书计划好了一切，却被景和和母亲发现。母亲平日虽谨小慎微，但若知道这孩子是我，她一定会帮我。只是我没想到，我竟因此害了玉书。害死玉书的不是你，是韦贤妃。而且韦贤妃害死的，也不只是一位才女，还有一位皇嗣。皇嗣，哼，一个不能光明正大出现在这世上的孽种，也能称之皇嗣？阿娘，是的，淑清，你还要维护他。那个孩子是个错误，是桩罪过。你还要瞒下去吗？我再问你一遍，玉书为何敢找医正诊治？因为那个孩子是圣上的。天道昭昭，王才女尸身被烧，反而令那个无辜的孩子骸骨现世，胎儿骸骨成型，说明玉书至少已有4个月的身孕。玉书原本爱喝酒，但我们调查过汉良殿的宫女，册封不到1个月，她便不再借酒消愁。的确借酒消愁，后来倒没见她喝了。那时，她就已经意识到自己怀有身孕了。册封后不到1个月。静和，你如此在意信王，应该很清楚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去承恩宫幽会的。是2个月之前。没错，承恩宫出现闹鬼传闻，就是在2个月之前。2个月之前，
王才女幽会信王之时，已有3个月身孕，而你从未怀疑过信王的谎言。那位被你们买通威胁的医正，一定知道他腹中胎儿有多大，但你只担心信王出事，从未问过那胎儿的情况，就匆匆下了杀手。被害时，胎儿已有5个月大，已经长成人形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真忙。你骗我！你为什么要骗我？啊！可太医书现在没有记录，如今谁能证明他腹中的孩子是圣上的？他与人私通，怀下了叶种，利用真儿行善，想潜逃出宫，险些让我的真儿陷入大错。我是为了皇家的颜面，我是为了我的孩子，我才母亲，玉树也是为了他的孩子，他为了带孩子出宫，可以拼上性命，又因为你的那些话，为了孩子可以舍弃他的自由。他已经决定将自己的一生都困于宫中了。医正只要将胎儿的月份如实上报，就能证明这孩子是父皇的。可你，可我也是个母亲，是个母亲。既如此，真相查明，县主结案吧。此案该如何作结？谋害王才女，毒害皇嗣，为了隐瞒罪行，构陷我与太史丞私会。韦贤妃是想将这些全部认下，还是分一些给信王和静和？我无罪可认。韦贤妃好手段，静和就是最完美的替罪羊。就算你能全身而退，那信王呢？与真儿何干？信王每日佩戴的香囊都是出自王才女之手，证明不了什么，却也足够了。这些还是我跟韦贤妃你学的。发生了什么不重要，圣上觉得发生了什么最重要。你是想要报复我，想与我鱼死网破是吗？此事谈不妥，我们还可以谈谈别的。什么事？信王在王府不小心跌倒，伤到自己之时。你是想给那个贱婢脱罪？休想！敢杀皇子，非死不可！贤妃说的没错，敢杀皇子者，非死不可。县主，如果你能见到信王，能不能替我向他道歉？巧了，他也让我代他向你道歉。那晚我梦到玉树了，他让我们一定要好好生活。你的琵琶呢？都是教坊司赏的，这宫里的东西，我一样也不想带走了。唉，这就可惜了。县主好不容易寻来的琵琶，说是已有100年，这可如何是好？100年前还没有这兴庆宫，
算不得宫里的东西。多谢县主，多谢娘子。听他的话，好好生活。县主早就计划好，为救阿好隐瞒真相吗？韦贤妃善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，但有一事，他说的没错，无人能证明玉书腹中的孩子是圣上的。此事若起风波，唯一能够落罪的，也只有构陷你我的竞合。贤妃总能全身而退。圣上若起疑心，承担猜忌的也只会是信宝。这样不明不白的真相，倒不如还阿好一命。确实，真相大白，都已经是最好的结果。贤妃编了什么故事上报圣上？韦贤妃喜爱音律，与王才女惺惺相惜，谁知王才女一心只想离宫，还向韦贤妃寻求帮助。韦贤妃竭力劝阻，但玉书心意已决，执意假死，未免圣上蒙羞。韦贤妃无奈，只得痛心处死了他。那承恩宫一事又如何说？那晚我并未入宫，在承恩宫的是你和五人娘子，你们连日查案，一时疲惫便睡下了。那刘内侍曾被你刁难过，心怀怨恨，竟编造了一顿混话，四处传播，毁你清远，已经被贤妃下令给打死了。为了一条命，可以编一个谎；为圆一个谎，可舍一条命。太史丞，我看这案子不查也罢。王爷，你骂我吧，或者你打我也可以，你不要丢下我不管。你放心，我既然答应母亲将你接入府里，就不会不管你。这王府里的一切，你都可以享用。只是，我真的无法再在这里待下去了。我曾以为我们都没有错。母亲想要保护我，她没有错。我想要帮助玉书，我也没错。而你，为了毫无希望的倾慕，心甘情愿的付出，也没错。可我现在觉得，我们都错了。王爷，我以为王爷什么都不知道。我以为王爷一直把我当做一个奴婢，一个事情应该做的本分。原来王爷什么都知道。景航，你的心意我明白，可我的心意，他永远都不知道了。王爷，我对不起你。对吧？以后好好生活，要对得起自己。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。朕见你最近确实是见得少了些。国事繁忙，还让圣上老贤来看我，是妾的不对。王才女一事，圣上不怪罪，妾已经感念天恩了。那是他咎由自取，
做妃嫔的本来就应该安守本分，岂能是想要荣宠就入宫？那想要自由就潜逃。若他这番真的成功了，那就是立了最坏的榜样，整个后宫都会乌烟瘴气的。妾无能，但也只能这样，帮陛下守住规矩，保持平衡。天儿不早了，走吧，一起用膳吧。娘子，你看，晦气！是他牵情躲避。雷人呐！快救韦贤妃！赶紧护驾！来人护驾！韦贤妃，你怎么样？师长，我的脸，我的脸，老大，韦贤妃昨日出事了，淑妃让你快去看看。什么事？你知道夜行游女吗？就是鬼鸟，昨日当着圣上的面把韦贤妃脸抓烂了。那夜菊什么时候变成驱鬼的了？之前让我查怪异，现在又让我查鬼鸟，不去。哎呀，老大，这种鸟不是一般的鸟，都说这种鸟是含冤而死的孕妇充满怨气幻化而成的，所以大家都说韦贤妃和怪影案脱不了干系。韦贤妃那日穿的衣服可还在？我去问了，韦贤妃嫌晦气，一回去就让工人给烧了。这个季节木鸭喜食相思果，韦贤妃喜艳色，将相思果的果汁浆在衣服上最合适不过了。木鸭归巢的时候被相思果气味吸引，攻击韦贤妃，不就是所谓的夜行游女索命了吗？那我们去上服局走一趟吧，浆洗衣服都要经过那里。县主，是淑妃让你查的。韦贤妃的衣服归谁浆洗都有记录，一查便知。不用查了。你什么时候调来浆洗房的？前2天闹鬼，我和蕊生就申请调出来了。蕊生也在浆洗房。蕊生被调去了膳食局。你们一个偷果子，一个浆洗衣服，倒是配合默契。你平时看着笨笨的，这回倒是聪明。那现在怎么办？能怎么办？这唯一能证明衣服被人动过手脚的证物被韦贤妃给烧了，我们想查也无从下手。举头3尺有神明，因果报应，谁能说得准呢？走吧，去向淑妃复命。这神神鬼鬼的案子，本县主是一个也破不出。晚上留下吃饭吧，我让他们做了羊肉，圣上也会来。圣上见了我就心烦，我可不要留下讨嫌。
赐婚的事，圣上已经示意，先搁置不提了。造谣的内侍和宫人都长了嘴，逐出宫了。你到底还是圣上最骄纵的孩子。韦贤妃的事，就这么悄无声息地压了下去。圣上不想听到的声音，哪里能传得出去呢？佩叶，这场风波已经是尘埃落定了。信王领了份苦差，请命离开西京去游历。韦贤妃经过木鸦那一遭，变得疯癫痴傻，被送去清辉宫静养，非诏不得回来。信王的那位侍妾已经负罪自戕了，你也算是为王才女讨回了公道。自戕了。这公道不是我讨的，又有哪个人是真的讨到了公道？清白之人无辜丧命，顶罪之人自责而亡。爱自由者自折翅膀，受禁锢者作茧自缚。我翻得出真相，却找不到公道。萧兄听说了吧？赐婚之事搁置了。我早说过了，不会拖累你的。所以这也是县主计划好的。什么？与我被困一夜，传出谣言，因为贤妃现身。太史丞高估我了。我如果有预知的能力，就不会次次让太史丞假扮阴阳先生。我与太史丞也算出生入死，我不想亏欠你。两个人待在一处，本就是相互亏欠，有了往来，自会有亏欠，有了亏欠，才能继续往来。若是真的不想再有任何亏欠，就只能就此别过，再无瓜葛。太史丞吓唬我？我不知道县主哪句话是真，哪句话是假，我只是将我的内心话说出来而已。我那日说的话，是为了气你父亲，他说话实在难听。无妨，都已经过去了。我就知道，你那天偷听到了。你在我家谈论与我的婚事，怎能说是我偷听呢？反正你就是偷听了。恶语最伤人，县主说话也实属难听。还假装没听到，若无其事的跟我查案。我那是大局为重。你不会还偷偷伤心了吧？县主也不要把自己看得太过重要。我说你额头的伤怎么好的那么慢？定是不好好上药，专门给我看的。无稽之谈，莫名其妙。好了，终究是我不对，我向你赔罪。不必，不接受。小气。小熊，快听。果然，这曲子在宫墙之外才最好听。希望我们都少一些憾事。
气色不错。承蒙圣上挂记，妾才好得这样快。妹妹大病初愈，早显得更年轻漂亮了。不敢与姐姐争艳。今日的口汁，甚是称你啊。赏丽妃，进步摇一队。是。谢圣上。圣上可愿与妾合奏一曲？送丽妃去医治，快！是。